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贵州黔西南的兴义市，今天带大家探访一个隐藏在天坑中的山村。这个村子非常有意思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建造的，而且是沿着四面环山的边角而建，中间是一片平地，也是整个村子唯一的土地。群山环抱，犹如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山底与山顶的垂直落差有600米，带大家进村子里面走一走。这个天坑就叫做雨布鲁天坑，也是一个3A级的景区，但目前整个村子还在建设之中，有一些小型的游乐项目。在村子中间的平地上还有一个兜圈圈的地方。整个天坑呈喇叭花形，底部平坦，其坑周围呢是奇峰林立，126户人家住在坑底周围。坑寨齐立石屋、石墙、石路，像这样全部都是石头的房子，而且路面都是石头打造的，在全国来说比较少见。在天坑的东边半山上呢，有一泉水，除满足坑寨人家人畜饮水之外，还浇灌坑内200多亩的良田。此天坑曾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华夏已发现的天坑之首，那这个名号就不得了了。据统计，我国已经发现了100多个天坑，但整个村子呢，有90%的人都已经去往城市了，去往更大的城市去发展，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留守在这里，要么就是在村子里面做一些与旅游相关的产业。雨布鲁古寨的面积是有2万多平方米，整个寨子的格局被分配得很好，很有美感，犹如人间仙境。天坑四周的山峰将位于坑底的村寨紧紧包裹，农田、房屋、树林点缀其中，相映成趣。然而，最初的雨布鲁天坑并非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，因为这里交通闭塞，和其他的天坑一样，荆棘密布，蚊虫肆虐。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呢，远离战乱，相较于其他地方，雨布鲁天坑似乎又更为隐秘一点。为了族人的安全，逃往至此的陈氏族亲，据说是陈汉皇陈友谅的后人，便决定在此定居。然而，由于天坑底部长期无人涉足，导致这里杂草丛生。陈氏后人开始了他们第一步的改造工程，将漫山遍野的树木全部清除。他们一点点的对这个天坑加以改造。那么，这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，并不是非常确切的考证。在网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。这个村子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大部分都是说，因为曾经战乱，某一部分人逃离了这里，便在此定居，形成了整个雨布鲁古寨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整个村子的中心位置，这边有一个停车场，对面有一棵古树。听当地人说，这棵树也有600年的树龄了，这与整个村子600年的历史也很相符。枝繁叶茂，要4、5个人才能够围得过来，也是整个村子树龄最长的一棵古树了。在树下面还有一个小房子，这也是村子里面的人建的，大家都懂得吧？真的是石头房子呀，看起来非常古朴。有大石头建设的房子，也有小石头建设的房子，包括整个路面都是石块铺设的。这就是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嘛。目前整个村子啊是进行了非常细微的修缮的，就比如对面一家做的很有古香古色的感觉。因为这里毕竟要打造成一个景区嘛，未来要面对游客的。咱们继续到村子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哎，你好，你也是来到这个村子游玩的吗？对。我来到这个村子啊，就非常的奇怪，整个村子都是用石头建设的房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对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从一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了这个路、墙，还有这个台阶啊，全部都是用石头做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座石头城嘛。而且一走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感觉特别的舒服，因为里面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是什么鸟语花香。你看到现在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在小鸟的窃窃私语，真的是太舒服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非常的优美。像这个地方的话，如果说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愿意长期的住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一进来的话，我都没有感觉到这里是一个天坑底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身在天坑，心在坑底不积坑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。对呀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感觉是特别好。
你也是来这边玩的吧？我也是来这边玩看一看。好的，那好好，好，谢谢。上去看一下，在它的门头处有2个字“宗室”，门的2边全是大石块呀。现在门是锁着的，旁边有一个介绍。历史建筑名称陈氏宗祠，于19世纪20年的现代建筑保存完好，为黔西南地区传统民居形式烽火山墙、穿斗木结构小青瓦顶，尤其是这一处房子，我比较喜欢。大家感觉呢？可以听到自然的鸟儿鸣叫，空气也很清新。住在这下面，夏天也很凉爽嘛。这也是当地一处人家，不过这一家好像就有用砖块建设房子耶。前面还有2位大爷坐着聊天呢。这个村子啊，就是老年人留守在这边了，年轻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有几家是做民宿的。看看大爷抽的是什么烟？黔西南这边是布依族和苗族自治州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整个村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，前面有一个地路，陷下去的，类似于兜圈圈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等会儿我也来跑一段，下面是一个地路一样，跑起来，看着眼花缭乱的。看一看傍晚时分的雨布鲁古寨，显得格外幽静。牛儿叫，鸡叫，鸟儿鸣叫，真的是令人心旷神怡呀。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太阳刚刚下山。